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幼师蝙蝠，我是蝙蝠云。今天带大家继续梳理 DCD 时期异世界系列的可动人形。上期我们聊的应该是这个系列蝙蝠侠中最冷门的产品，也可以感觉到针对产品的制作规格也较低。那今天聊这个呢，算是非常重量级的，不论是玩具产品针对该玩具系列，亦或是原作漫画对于蝙蝠侠 IP 的影响力，都算是举足轻重。今天的选题是本系列的猩红迷雾蝙蝠侠。这个系列的包装是这个时期非常流行的标准派挂卡，产品内容也通过这西索一目了然的相当直给。包装正下方的贴纸充当了人物卡的作用。这个形象出自原作漫画的扉页。开盒的造型并不完整，应该把翅膀装上，作为这个造型的补完。同选题的作品咱们其实有讲过美泰版的，不过时过境迁了嘛，咱们也三言两语的梳理一下原著。这个作品的原著概括性的讲，它应该叫《蝙蝠侠与德古拉三部曲》，分别由3本书《红雨》《血风暴》和《猩红雾》组成。虽然叫《蝙蝠侠与德古拉三部曲》，但实际上只有第一部跟德古拉有关，后边的只能叫德古拉对于蝙蝠侠和哥谭的影响延续。由3本书完整讲述了从蝙蝠侠以吸血鬼之力战胜了肆虐哥谭的德古拉和其手下，又在克制自己欲望的同时继续清理哥谭的变异反派，直到迎来一个万籁俱寂的结局。这个蝙蝠侠与德古拉三部曲算是少数异世界故事中既注重设定又注重剧情的。3本书构建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世界观和故事走向上的情绪流。3部作品出版的时间分别是1991年、1994年和1998年，其实相隔不短，3-4年才有一部，当电影似的那么打磨。同时画师凯利琼斯也为这个有一些恐怖气息加客味的故事增色不少，某些画面真是极具视觉冲击力，甚至是有点精神污染。这个作品也在上世纪末被评为蝙蝠侠最重要的异世界作品之一和最重要的异世界形象之一。玩具的出品时间是2005年，这个作品基调赶上这个年份，算是赶上好时候了。这一时期美系最重要的领军者应该是麦法兰，重造型、重喷涂、重字洗，强调质感、风格化，让作品带有一定的艺术性，算是这一时期由麦法兰引领的风尚。以上这些提点，它非常适合 cult 片、恐怖片一类的作品选题，但是面向最大众的超英题材产品未必合适。但你像今天这个吸血鬼形象偏恐怖题材漫画，凯利琼斯的血浆派画风就非常适合以上的呈现特征。这个作品所呈现的明显是3部曲中最后一部猩红雾中的造型，就是蝙蝠侠在吸血鬼之力的影响下，理性已经慢慢退散，泪生双翅，正在变成一个嗜血怪物的感觉。以此为选题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造型的辨识度是最高的，张力也是最强的。这个系列的一大亮点就是它在建模的时候会模拟原作画师的笔触画风，去深化作品的代入感。例如说这个极其繁杂的披风褶皱，不规则的波浪，看起来像是不平静的湖水泛起的涟漪，这也是原著披风的一个特点。以及人物躯干上的一部分肌肉线条看起来像是让人不适的肿瘤块，这些作画特征的加入都让这个作品它对于原作的代入感很强。繁多的构建细节让这个作品的张力在抬升。还是腹部它构建了一个下凹的状态，用于去表达这个怪物的饥饿。这种皮包骨的细节还体现在手上，这种穿过手套暴露在外的骨感，佝偻的身形加上无比夸张的修长四肢，让整个人物显得都非常扭曲。头雕的呈现也相当精准，妖异的长耳受到脱相的面庞，红色的舌头和猩红色的眼睛都在诉说着这个怪物对于鲜血的渴望。面部扫了跟身体完全不同的质感色，是一个绿色，用于体现人物不洁的病态。侧面看极其突出的上颌骨，怪诞的长脖子和匪夷所思的角度，和翅膀一样，都在表达这个人物异样的兽化。翅膀也看起来很干瘪，没有什么血色，像是石像鬼的羽翼。周身的质感和渐变色对这个怪物的提升也很大，让这个作品相当扎实。唯一一个造型呈现上不佳的遗憾点是牙齿突出的吸血鬼的尖牙，这算时代因素吧。实际它的这个面部建模相当走心，为了牙齿的突出效果和上下颚立体的这种兽化感，它整个上颚连牙膛子是拆件的。不过这个时候的模具精度不够到位，这2颗牙
不够尖锐，看起来视觉上的侵略性就弱了不少。如果把这俩牙磨尖点，这种精神污染般的病态张力会更强。产品的关节标准的顺应时代化的设计，以切面关节预设造型为主导的小雕像。手臂的侧台两臂也有较大的角度限制，前台受影响较小。手臂做了一个切面平转，因为有不对称属性，所以切面的价值较小，有一些位置是穿帮的。胯部是标准的切面关节，腿部是带有巨大角度限定的单圆轴关节。在预设的造型里，它就不允许你把这腿掰直了，必须是这么佝偻的站立。胯部的角度也不可调整。道具类的配件有一个木钉，也是这部故事中蝙蝠侠用来杀死吸血鬼化敌人的武器。木钉可以握持，和造型的匹配度也算还行。不过这个配件相比握持，它的象征意义要更强。DCD 的猩红迷雾版蝙蝠侠，这是这个系列制作规格、完成度都非常高的作品，可以说有着一定程度上超越原作的写实质感、造型张力和病态细节。对于嗜血怪物这个形象的构建非常饱满，属于超英衍生的低端可动玩具里比较少有的麦法兰化的重质感、有艺术性的小雕像作品。就麦法兰啊，不是今天做 DC 这个。今天说谁家产品像麦法兰做的似的，多多少少有点糟践人。行了，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咱们下回见。